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，欢迎大家又来到彼得潘的无私藏教学系列。今天彼得潘是要来介绍骑车最基本的一个技巧，但是变速不就是太重要变轻，太轻要变重吗 ？No， 变速远不止这些。彼得潘建议用我自己的一张菜单来演示给大家看，如何将变速变得淋漓尽致，让你用最轻松的方式完成每一次的骑乘，每一次的训练。那我们就别浪费时间，直接切入正题吧 ！Let's go！ 起步出发。在了解变速技巧之前，要先知道变速的概念。变速系统是为了因应不同地形与速度而设计出来的。传动系统则是一组将踏板上的踩踏力量传递到后轮，并转化为前进动力的机构。而我们常说的变速大全套，其实就是变速系统加传动系统，再加上刹车套件的完整组合。不过，因为今天的重点是变速技巧，所以零件细节我们就先略过，专心来聊变速技巧吧。再来，我们聊聊传动系统和变速系统的原理。传动系统会透过曲柄、大小盘、链条以及飞轮，将我们踩在踏板上的力量传递到后轮，推动整台车往前。变速系统则是借由前变与后变的协调，引导链条的斜切角度，去对应大小盘与飞轮上不同齿数的齿片。不同齿比的组合就能产生不同的变速效果，让你因应各种地形和速度需求调整骑乘状态。以5339标准盘为例，前面的数字53代表大盘齿数，后面的39代表小盘齿数。搭配1128飞轮时，数字的顺序是反过来的。前面的11齿是最外侧最重的档位，后面的28齿是最内侧最轻的档位。在传动过程中，大小盘是主动端，因此前面转一圈，后轮会根据齿比做相对应的转动。例如53大盘配11齿飞轮，意味着前面转一圈，后轮会转约 4.8 圈，这是这套组合中最重的齿比。相反的，39小盘配28齿飞轮，也就是当前面转一圈时，后轮只会转约 1.4 圈，这是最轻的齿比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你的齿比范围。而变速的组合没有绝对规则，就看你平常骑什么地形，搭配自身脚力，灵活调整就好咯。讲解完这么多原理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实际操作了。很多人都觉得变速不就是太重就变轻，太轻就变重吗？但问题是，等到你真的感觉到轻或重的时候，其实最佳的变速时机早就错过了。要改善这个问题，只要抓住一个关键，那就是速度。速度越快，需要的齿比就越大；速度越慢，齿比就要越小。所以记得提前预判你接下来的速度变化，先做相对应的变速，这样骑起来才会顺畅、省力，也更好掌握节奏。接下来我们要讲解变速需要用到的手势。一般人握上把位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由食指和中指变速，但是如果你握比较上面的话，像你手在这边，你的食指和中指碰不到嘛，这时候呢，就是要用你的小指跟无名指这两只去点击你这个变速。以电子变速为例，我现在用的是 SRAM eTap AXS， 左右变把各一颗按钮，右边是后变变重，左边是后变变轻，两颗一起按则是大小盘切换。Shimano Di2 则是左右各两颗按键。一般模式下，右变把控制后变，左变把控制前变。不同把位会影响你用哪根手指变速。我个人的习惯是上把位握比较高，小指离按钮比较近，因此习惯用小指变速。下把位则用食指或中指操作，稳定又不影响刹车控制。建议大家找一个不用移位就能盲按的位置，让变速变成你的本能反应。变速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在变速的时候加瓦，变速的时候可以稍微松那么一点点就好，这样才可以让链条的张力稍微放松，比较好上下齿。速度大概到12、13，所以考虑切小排。
然后提前切，因为如果在太轻尺切的话，那个尺差太大，可能会导致绕链，所以尽量在倒数第20到第30就切小盘了。现在我是倒数第3尺，这时候切小盘就不会绕链。如果你想要在综合地形，像是丘陵啊，或是有爬坡的这种地形，想要稳定巡航的话，其实就是把眼光往前看，看前面的坡度是什么，去对应你的速度。总之，要提前变重或变轻，这样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应对你前面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像这个弯，过去稍微变陡一点，我就稍微先变轻。我准备要变缓了，先提前变重。所以其实为什么说不会用到电变重、连续变重？因为除非你能很精准的控制，你压着几秒会变到哪一档，要不然其他情况我都是建议循序渐进的变上去或变下来。这边我会建议大家同时依据眼前的坡度，加上目前踏频来决定变速时机。最理想的变速可以避免空踩，随时都把功率输出到踏板上。而速度的转换是一个过程，所以只要勤于变速，就能够随时找到适合的档位，将你辛苦踩出来的力量转换为你的速度。而变速灵敏度也是变速套件好坏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。更快的变速就能让你更灵巧的应对地形与速度间的切换哦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今天变速技巧教学的几个重点吧。第一，预判你的速度，因为变速跟速度息息相关，所以提前掌握你接下来的速度是最大的关键。例如，看到一个红绿灯在你眼前，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变慢了，所以要提前将变速变到比较轻的齿比，好让接下来能够轻松起步。第二，变速时稍微收力。变速时需要链条暂时离开原本的齿片，并切换到下个齿片，因此适当的收力有助于链条张力的缓解，可以更顺利的上下齿。最后，切换大小盘时，尽量在后飞轮剩余2-3齿时就提早切小盘，这样可以避免链条在往内切动时，过斜的链条将你的链条往内扯，导致掉链。对于脚力较弱，每次爬坡都只剩最轻齿可以用的，彼得潘会建议你直接选用较大的飞轮，或是较小的大小盘，小的齿比更可以度过陡坡的难关，让每次的骑乘更惬意。看完了今天的教学，相信你也一定获益良多。好的变速技巧更是可以让你把你的输出更有效率的转换成你的速度，让你在比赛之中，或是你在跟车友尬掐的时间中，用更省力的方式骑得更快。但是变速还是要靠实战的练习才能越来越熟练。但是只要你多练习，这种动作都会变成你的反射动作。好，那这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大家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把这些影片分享给更多人。我是永和彼得潘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